Every day, every night，说comienza，发胸三道 ，clap the hands up， 发胸三道 ，clap the hands up， 发胸三道 ，clap the hands up， 发胸三道 ，every day, every night，说comienza，什么都拿自己的发胸三。今天想讲讲关于我通讯录的启蒙。现在回看我的童年，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。我出生在江西的一个小农村，我从记事起，父母就不在身边，他们去温州打工了。只有70多岁的奶奶一个人拉扯着我长大。那个时候的父母只存在于伯伯的座机里。每次过年回到家，妈妈会把我身上被奶奶缝缝补补的衣服换下来，让我穿上她给我买的新衣服，还会给我挂上大红色的浴罩，给我好好洗个澡。父亲呢，会把我抱在怀里，用他的胡渣扎我的脸蛋，我会痒得咯咯的笑。但是印象最深刻的是，过年晚上冷，父亲会让我睡在他的身体上。我小小的身子会在爸爸的呼吸中慢慢的起伏，保暖内衣下父亲温暖的胸膛和他的心跳，现在其实一直存在我的脑海里。那几天的我的确很安心，也让我感受了点家的温暖，那是我觉得最幸福的时刻。镇上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，因为比较清秀，说话又比较尖，也喜欢和女孩子跳皮筋，但经常被发育的更早的女同桌欺负，她经常掐我，还被她嘲笑说是娘娘腔。但我学习比他们好，也就没有理他们。可是回到家还是会被同村的男生们欺负，他们觉得我和女孩子玩就孤立我，导致我没什么朋友。其实和女生玩并没有什么错，但我是为了合群，还是慢慢的减少了与女生的接触。奶奶管我很严格，在外边受到任何的委屈都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问题，叫我不要和他们玩了，自己一个人待着就行了。我和奶奶相依为命，我不想做一个不听话的小孩。其实父母3年级的时候就想接我去城里上学，但因为那个时候对于父母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感情，而且爷爷走得早，在我父亲3岁的时候就死了，奶奶拉扯着他的10个儿女长大，我又是奶奶最小的孙子，那个时候他年龄已经很大了，我不想我走后奶奶孤身一人成为孤寡老人，我就哭闹着不想和父母过去，父母没有办法，只能让我陪在奶奶身边，而他们也回到了离家近的县城工作，还好一些每周从城里回来的大孩子给了我救赎，可能是我们的父亲是好朋友吧，他们对我更加有礼貌，也从来不会欺负我。我们会一起捉迷藏，一起玩抓人的游戏，他们还会带城里的玩具和我一起玩，一起看他买的奥特曼碟片，还一起看少儿频道。其中的公益广告让我没有变成一个坏人，而这也是我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途径。其实这样的孩子有几个。在我9岁的时候，其中一个大我2岁的男孩子和我躺在树荫下的草地上，听着风，看着云。他突然把手伸进了我的裤子里，我也做了同样的动作。当时的我没有概念，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，我只知道他把我捏痛了，我要还回去。就这样，我们在草地上躺了1个下午，但我们期间一句话没有说，就各回各家了。不过现在他已经订婚了，明年应该会参加他的婚礼。还有一个小伙伴，他叫林志，是村里医生的儿子，他比我小1岁，我们都是很温柔的人。在我5年级时，他回村玩生病了，他觉得药很苦，不敢吃药，我在旁边一把他的药抢过来，不用水就直接咽了下去。作为大哥的我，只想带着他找点儿出去玩，看我这样，他也一口吃完就和我出门了，身后留下他的父亲嘱咐，千万不要去玩水。第2天他来到我家叫我出去玩，我刚出来，就在我家大门口，他直接贴脸过来亲了我的嘴，就是普通的嘴对嘴，但我当时真的能感受到他湿湿的嘴唇。现在想想，我的初吻就这样没了。我当时害羞极了，我把他推开，因为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事情，大脑一片空白。我一边疯狂地插嘴，一边问他你在干嘛，但是他并没有觉得做了很过分的事情，就一直在旁边傻笑。不久噩耗传来了，那是周末，我正好去城里找我父母，但是收到了家里来的电话，说有人淹死了，是他和一群大朋友去了水库，就他一个人没有回来。家人找了他2天2夜，才在水库旁边发现了他的鞋子，而那些大孩子却对他们之前父母的询问闭口不谈。现在想想，如果我在家，会不会和他一块去呢？还是说会阻止这场悲剧？但是他永远地离开了我。这件事情后，可能父母不想让我留在家里上学，6年级的时候我就随他们去到了县城，在完全陌生的环境，可能是因为新环境没有朋友，让我有点不适应，
但同为从农村来到城里的男同桌表现出了他的乐观和活泼，可能是因为他来城市上学找我的原因。他带我熟悉环境，课间带我去操场上的草地上追逐打闹，他虎头虎脑的，比我壮。当时我就是一个营养不良的斯斯文文的瘦子，所以在追逐的过程中经常被他压在身上。他喜欢和我勾肩搭背，还喜欢和我在课桌底下搞一些小动作。不过我会在冬天的时候给他带暖手宝，在暖手的时候偷偷牵他手。让我记忆犹深的是，当时好像我们完成了一个2人才能完成的手势动作，他牵着我的手说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，让我记到了现在。当时我脸一下就红了。其实那时候的我非常反感这种行为，因为之前学习好，同桌都是女生，我从来没有和男孩子这么亲密过。这种行为也经常被后桌的女生嘲笑，那种被注视着的感觉让我很羞愧。但当时的我又是比较内敛，不敢表达的。最后因为上语文课，他和我的小动作太大了，被班主任拆开桌。虽然我那个时候学习好，但我不敢主动和班主任去争取一次换座位的机会，我只能在上课的时候不自觉地回头去看他在干什么，因为我对他产生了情感依赖。除了他，没有人对我这样过，他变成了我的初恋。随着我回头的次数增加，我发现他和其他男生，和他的新的同桌也这样，一样的勾肩搭背，一样的牵手，这让我非常的难过。我决定不再理他。他可能也发现了我不和他说话，但他也不来找我。可是我又管不住自己不去注意他。我发现他报名了英语老师的补课班，那是我第一次死活求父母花了大价钱让我去参加英语补课，只为在周末的那短短的90分钟和他再次相遇，成为同桌。虽然我啥也不做，但就是喜欢和他待在一块儿，喜欢被他骚扰的感觉。但是最后还是因为小动作太大，被英语老师拆开，所以在一起的时光可能只有等周末上课的那几十分钟。我周末会早早的到英语老师楼下，只为等他到来，然后和他默默的待在一块儿。在这期间，突然发现大我2岁的那个小伙伴的家也在这个小区。有的时候同桌来的晚，我会逛到他楼底下，静静的看着他那层的衣服，但我不敢上楼和他打招呼。好几年没见了，我觉得我和他是2个世界的人。他学习非常好，而且很早就住在了城里。我一般看了看，我就会默默的回去上课。不过每次回家，我都会和我的同桌坐在公交车的同一排，我会假装看窗外，但会去用余光瞟他在干什么。他可能永远不知道我内心波涛汹涌的感情。英语辅导结束了，这也意味着我们相处的时间也结束了。我是一个不会去主动的人，只会默默地关注他在干什么，而不会主动去找他玩，更别提表达我的内心想法了。我就这样继续着我的思念。有一次周末回村看奶奶，在老家写作业的途中，因为太想她，我就把她的名字刻在了我卧室的门边。去年回家过年时，还看到空无一人的老家墙上竟然还有她的名字。回到县城后，父母周末不让我出去玩，但我还是偷偷地骑着爸爸的自行车，第一次出了远门，只为了去找他。我跟随着我的记忆找到了他的家，他的出租屋是在走廊尽头的带铁门的小院。我是因为一次补课回家，我去了他家一次，好像是找一个录像带。当时我骑着车非常激动，因为我终于赶在周末去找他一次。但是在快接近他家的时候，我慢慢地推着自行车，在走廊尽头听到了他和其他小朋友玩闹的声音。我退缩了，我就躲在了他旁边的一个废弃车库里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就一直在车库里听着他和小朋友玩的声音，仅此而已。我好想和他玩，但我始终迈不出那一步。突然有个小朋友发现了我，就把他喊过来了。我立马骑着车头也不回的回家了。可我真的很想他，但我听到他和别的小朋友玩得那么开心，我真的很揪心。我不知道我对他的感情是什么，当时我只是想和他待在一块儿。在此之后，我决定不再去打扰他了。之后我就一心投入到学习中，我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。最后我考上了重点初中，我的童年就这样结束了。但是我和他的故事却没有结束。他是第一个让我揪心的人，也是第一个我喜欢的直男。我是包包，下期我会讲关于我初中的故事。不知道大家启蒙是在什么时候呢？
大家的童年又是什么样子呢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